大家看，这是我近期设计的一款机构，其中有几个设计细节呢，想与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动作要求是什么啊？咱们需要一个手爪从这个振动盘出料的位置取料，取到以后这样拿起来翻转90度竖直下落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旋转下来抓取拿起来，然后再旋转，然后再放下。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？我们来看后面这个槽的这部分，这有一段直线，为什么有直线？有人说是不是基于这个动作要求？其实我告诉你，这段直线跟动作要求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就是你对凸轮连杆机构的理解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结论，留这段直线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咱们在现场调试的时候，让它这个摆动幅度是可调的。有人想，这跟摆动幅度可调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你要知道，咱们模拟当中的这个摆动角度是没问题，但是加工呢，它是一定有累积误差的。那我这个槽口留这段直线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它这个摆动角度在实际的安装调试当中是可调的。其实这段槽口有没有，根本就不影响你的这个摆动幅度。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机构这是我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的，看这个这个动作呢，跟刚才那个其实它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也类似那你发现这个槽口是个直的，它一样是能够摆动，对吧？你说一个拐个弯，然后留点直线，到底干嘛呢？你会发现它这个摆动幅度是跟什么有关系的？咱们走起走，好，走到这个位置时，它还没有摆动，这个气动轴本来没有摆动。从这个位置以后，它开始摆动，那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它最终这个摆动幅度是和你水平方向这个行程是有关系的。那我在实际调试的时候，它的行程肯定是一定的。如果说到时候它的摆动幅度就差了那么一丢丢，或者多了那么一丢丢，你多难受。好，那么比如说它现在摆动幅度过大，我想让它的摆动幅度小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怎么样？我们看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摆的，再走。走。走到这个位置，它正好可以摆动。如果说它现在摆动幅度大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把这个件往左边去移动？也就是说让这个机构它更晚去摆动。本来行程这么大，那么在走行程的同时它在摆动，结果摆动的幅度是大于90度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缩短这个行程呢？这样的话呢，摆动幅度我就可以调了，调到90度。那直线的这一部分呢，正是让你的这个运行的行程变得无效。就是说在这段行程呢，就算说我这个凸轮带动的这个水平机构它在运动，但是我这个手爪也不会摆动。这就是对于凸轮机构有一定的理解的情况下，你才能想到的东西。这是在实际的生产当中吃过这样的亏。所以说你跟我学习的凸轮机构，并不是生成几个凸轮而已，我教你的是思路。想要学习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评论区的预约设计教学。感谢大家关注。